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们就不说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九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这种废话了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华为刚刚发布的 nova 9和9 Pro 啊，说实话，现在看到华为的新机，我这心理感受都不太一样，有一种体验一台少一台的错觉啊。希望不是这样的啊。关于这两台机器呢，我们先说一个大前提啊，就是它是比较注重颜值、ID 设计，然后比较轻薄比较注重影像的啊。它是778G 的处理器，而且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它也是4G 的这个手机啊。如果你特别注重性能、大型游戏方面的表现，那么它可能就不是你的菜了。778G 之前我们也测过啊，如果你要是王者或者说吃鸡啊，60帧还是没啥问题的。本期的数据环节呢也相对比较少，这期呢主要聊聊它的影像，尤其是这颗主摄啊。之前 P50 Pro 的时候 MX700 是没有了，但是这颗虽然不是，还有点意思。不管这点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，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推荐。外观颜值方面一直是 nova 系列比较强调的重点啊，这台机器尤其是 nova 9啊，我一拿上手都感觉非常的精致。我们手里的这台呢是启境森林啊，是一个绿色它的这个 A 键磨的是比较糙的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抗指纹，就是怎么摁这个指纹都不会粘上去。但是呢，它底下又做了一层镀膜，应该是，所以在光线打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光泽感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。然后这里我们还专门留了一台9 Pro 跟大家做一个小开箱。这一台啊，这个颜色叫9号色啊。这个 nova 每一次更新呢，它都有一个，就是基于它这个更新迭代数字的这么一个颜色。这个9号色呢是以蓝色为基调的，这个光打上去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些粉粉的，或者说一些紫色的感觉，这个很难形容，这每一代都是很难形容的啊。配件方面就是数据线充电器，但是这个 Pro 啊，它是100瓦的单电芯的充电，这后面我们有数据。而这个 nova 9呢，它是66瓦的充电，有一些区别啊。一上手的感觉，这两台机器虽然说同属一个系列，但是差别还有点大。这台 nova 9呢，我一拿上手用了一下，感觉它特别像 P50 Pro， 因为它是居中的一个挖孔，然后整个的重量的控制也特别的轻，它只有175克，非常轻盈，然后掌控感非常好，这手感特别像 P50 Pro。nova 9 Pro 这边呢，它是186克，这个控制的也比较好，它就非常像之前 nova 系的这个机器，也非常像华为系的手机啊，这个额头和下巴控制的是一样的。nova 9这边也是一样，这两台机器单从手感上来讲，我个人可能还更倾向于 nova 9一些，这个掌控感啊各方面都很好。这个就相对于比较传统一些，就是华为系的这个手机它的这个前摄呢也是一颗双摄，这个影像环节会详细展开。这两台手机在颜值，尤其是材质用料方面啊，是挑不出来什么毛病的。镜头方面也都是这种跑道式的双环的这个设计，也算是华为整个全系吧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特点。正面的屏幕是有一些区别的，一个是6.57寸啊，一个是6.72寸。关于华为系的手机，大家也都比较关心他们的排列啊，还是小黄鸭的，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啊。这个换算完了之后啊，这个小一点 nova 9 PPI 更高一些，292 Pro 这边是286。如果你推近看的话呢，在这个字体的边缘和这个 App 的边缘呢，是能感受到一点点这个狗牙的感觉。这台 nova 9啊就显得好很多，因为它屏幕更小一点。虽然是小黄鸭排列的屏幕，但是基础参数呢还是比较齐全的，什么120赫兹啊、300赫兹的这个触控采样率。电池这块呢，这两台啊，就是我觉得让我有点意外，就是9 Pro 尺寸更大，但是呢它还是一个4000毫安时的电池。这台 nova 9呢是4300毫安时一个电池，66瓦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实测数据。这次时间确实太紧啊，数据我们只做了一部分，后续会陆续更新。nova 9 Pro 搭载的100瓦快充4000毫安时的电池，10分钟就充入了58%，21分钟前台显示100%，后续交流充电4分钟，25分钟完全充满。性能方面，778G 中端 SOC 其实没啥好测的，这个水平大家基本都清楚，也测过很多次了。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这个软件版本应该是调教的不太行啊，平均用时250秒，希望后续继续优化。影像方面呢，他们的所有参数我们一张图给大家打出来，基本上就是2颗主摄啊，再加2颗战术镜头。这颗主摄开头我们就讲了，我感觉有点特别啊，它前2个参数是 MX700的一个5000万像素，还有 RYYB 的排列，也就是在夜景方面表现更好。但是它的底是1.56英寸的，又没有那么的大，我不知道这方面是不是又受到了一些限制啊，这个没办法的办法。这颗 sensor 呢，可以把它叫做MX600加吧，因为之前600是4000万像素的嘛，但是它没到700这个级别。大家可以把太难了这3个字打在公屏上。实测方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
RYB 的 CMOS 这次确实让我们很意外 ，P50 Pro 上都没有啊。之前其实聊过很多次了，它就是把 CMOS 的 RGB 滤光片呢改为了 RYB， 从而增加了 CMOS 的进光量。那好处当然就是夜景了，这个进光量更多，夜景表现也就更强。比如这组还没有那么暗的夜景啊 ，Nova 9 Pro 的灯牌表现就要好不少，色彩也更加接近肉眼看到的样子。而更加暗的情况下，宽容度也明显更高，在墙面灯光处的细节要更多，围墙挂牌的文字也要更清晰一些，噪点也更少。但是这次没有加入光学防抖啊，就很容易拍糊。比如这组 KFC 的样张，虽然色彩表现挺好，但是拍糊了啊，很气人。广角的夜景表现也不错，比如这组样张 Nova 9 Pro 拍摄的屏幕明显要更加真实，但是解析力上不太行，涂抹感重了一些啊，细节有丢失。当然 RYB 的主摄肯定要测一下极限暗光啊，这种肉眼勉强能看到物体，但是看不清是什么的情况下，你掏出华为 Nova 9 Pro， 这好像是一只牛和一个桶，然后咔嚓拍一张照片，原来是一只穿着红色衣服的牛和一个紫色的桶。而差不多同价位的手机呢，取景框看不到，普通模式拍出来也看不到，只有在夜景模式下才可以和 Nova 9 Pro 普通模式一战，这就是 RYB 的功劳。但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啊，其实也算是一个一如既往的特点啊 ，Nova 9 Pro 的夜景模式反倒不如普通模式来的效果直接啊，在使用的时候你直接普通模式就挺好的了。白天方面，大多数场景下表现都还不错，并且面对有灯牌或者霓虹灯的情况下呢，表现要更好，保留了色彩的同时也保留住了灯光的质感。但是某些场景下整体颜色会有一些偏绿啊，比如这组黄色的门店和衣服店的门口。广角这边呢就不太行了，涂抹感比较严重，并且这个版本的广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边缘啊有这种痕迹啊，这应该就是软件方面的问题，在手机的曲面屏上正好被曲面屏遮住了，放在电脑显示器上才注意到啊，建议尽快修复。前摄和上一代一样 ，Pro 还是在大药丸里塞下了人像和超广角2颗镜头，虽然药丸有点大，但是堆料还是挺足的。人像从之前的1600万升级到了3200万，和超广一样啊。竖排的时候默认是人像，而你横屏的时候会智能自动切换到广角。超广还有什么好处呢？当然是显脸小了，同时合照的时候也能够容下更多的小伙伴，并且这2个镜头都支持华为的 HDR 算法，即便在有强背光的情况下，这看起来脸好像和灯光融到一起了，对吧？但经过 HDR 的算法之后，面部的轮廓就相对清晰了，并且这台机的前置主摄和超广呢，同样支持了夜景模式啊，搭配 HDR 的算法，在夜间呢可以拍出比较清晰的自拍照片，即便是在较暗的环境下，我们也试了一下啊，有不错的效果。当然，相比于后摄在噪点和细节上的保留肯定会弱不少，但是前摄在并不大的 CMOS 下实现这个效果还算不错了。不光拍照，这2颗前摄呢也都支持 4K 30帧的视频录制，人物的肌肤、发丝等等丰富的细节啊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留。如果你有后期需求，可以方便你后期裁剪、放大突出细节，为后期制作留下了更多的空间，这就要看大家各自的需求了。并且可以在录制的时候随意切换人像和广角镜头，但是小姐姐得注意使用啊，这脸上如果长痘了就会拍得一清二楚。并且看曲远光右上角这个按钮啊 ，4K 模式下它也支持前后摄的切换，并且视频并不会中断，持续录制。尤其是在拍摄 Vlog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快速切换抓拍镜头了。你要是停下切换镜头再重新拍摄啊，可能就抓拍不到了。Nova 9系列呢，这次也支持手表遥控拍摄，以及通过 FreeBuds 蓝牙耳机呢来录制音频，这套个人 Vlog 设备就 OK 了。前摄的慢动作也专门体验了一下，升格看起来确实挺有镜头感的。后摄的视频录制方面怎么样？在宽容度、色彩表现上呢还是不错的。RYB 的主摄在极限光下也依旧表现强劲，别家都是漆黑一片啊。Nova 9 Pro 的录像可以拍到物体，但是还是因为没有光学防抖的加入啊，这个面对快速运动的情况下 ，Nova 9 Pro 的表现就不太行了啊，不适合在有较大幅度的运动下进行拍摄，并且广角虽然支持 4K 录制。但是任何分辨率下都不支持60帧拍摄，反倒是前置的广角可以在1080p 下支持60帧拍摄。看起来相对于后摄，华为更在意前摄的效果，定位自拍 Vlog 手机没跑了。总体而言，整体的影像方面呢表现是不错的。RYB 让这台手机在夜景环节出众，只是白天的色彩表现上可以进一步优化。在广角和录像的环节来说呢，目前表现较差。整个前摄无论是拍照还是录像啊，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很明显 ，Nova 9系列依旧是针对喜欢自拍啊这个拍摄 Vlog 的小姐姐而准备的，而非像我这种重续航性能基本不自拍的钢铁直男们。OK， 这次的 Nova 9系列啊，这个受众人群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不是太在乎性能，然后特别注重影像，然后注重轻薄，然后手感，然后材质、ID 设计这一类人群。体验完了之后也思考了一下，就是为什么华为会推出如此一款就是针对性特别强的手机。其实还是那句话，就不管是你怎么认为，还是我怎么认为，现在这个手机除了电话、短信、上网之外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影像。而决定影像最重要的就是当下的这个社交形态。其实手机的演变呢和社交是息息相关的。从一开始的时候打电话到文字，然后再到上网的时候即时的文字交流、语音，然后一些图片，一步一步变得丰富起来。视频这个形式就是发展到当下的重要的这个形态，它比这个文字、语音、图片更加直观、更加真实，而且有活力。在这里我
我们想顺便做一个小调研啊，就是你平时花了多少个小时每天啊花在看视频或者说刷短视频上呢？大家可以走入弹幕啊。其实视频就是 nova 9比较核心的一个定位，而且啊，我侧面了解了一下，这次他们的备货好像还是挺多的，而且呢，它是最便宜的鸿蒙 OS 的手机啊。如果想体验一下鸿蒙，对拍摄有要求啊，这个 P50系列啊。咱中肯的讲，它确实太贵了啊！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啊，这台手机可能就没那么贵，而且它是778G 嘛，这个相对 nova 8呢没那么难买。很多小伙伴给我们发信息想买 nova 8，但是麒麟啊，你懂的啊，现在甚至加价才能买到 nova 8了。我个人体验完了之后啊，仅说我自己的个人观点，就是我喜欢 nova 9多一些，尤其是这个绿色，我觉得你可以线下去看一看，整体的质感真的感觉不输 P50 Pro 啊，非常非常精致，而且后背的这个磨砂的这个感觉又保留了光泽。又不沾染指纹啊，这个是挺值得点赞的啊。然后影像方面，这台 nova 9呢也并没有阉割，但是在前摄方面，这9 Pro 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，专门加了一颗广角。喜欢影像或者说喜欢颜值的可以看一看。如果要是性能的话，那么还是选择更高级别处理器的这个手机。性能释放这2台就是778G 了。OK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特别感谢。更多内容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这台 nova 9真的特别像 P50 Pro 整体的质感。